兰芝抓着他的手，他苍老的眼睛仍望着他。兰芝觉得他有很多话，但那些句子堵在了曾经的岁月与病态的咳喘之中。兰芝等待，感到他用一个病人的力气抓住了他的手指。等到那一阵咳声停了，那位夫人说：“阿夏，你随我来。”侍女将他颤巍巍地扶起来，披上秋日中过于厚重的衣服。他们慢慢地向外走，那些候在外面的青年与孩子纷纷起身扶他。那位夫人用无力但坚决的挥手阻止了他们。他带兰芝一路走，演武已经结束，空荡荡的教场上偶有零星几个子弟，见他们经行，好奇地望来，但都没有多问。他们走到一座华丽的小楼之前，他突然停了步，用带着喘息的气音说：“阿夏，看看这个地方。”兰芝想问为何，但他说：“是，夫人。”他的手摸了摸他的脑袋。他说：“我这一辈子遇到过很多孩子，他们都在门外，你方才见过的。”兰芝点了点头。但你，他说着，轻轻地咳了一声，你不一样。兰芝看着他，听他一口气艰难而沉重地吸了进去，却是极轻地呼了出来。他说：“阿夏，你要一直都很好。”那颗银铃仍藏在兰芝的袖中，随他的动作无声地震响。他望着他的脸，发现他们都是这样，在兰芝的脸孔上看到一个很遥远的人。他想问夫人，我的母亲究竟是何人？但他更沉重地发出更多咳声。远处有几个原本守在他房门前的子弟还是跟了过来。兰芝咽下了那个问题，与江氏子弟一同将他扶回房中。周身素白的校服在一片紫色与连纹中格格不入。他在榻上疲倦地微微合上眼睛，仿佛用尽了所有气力。门外有个少女无声地哭了。兰芝见旁边的师弟师妹们低低哀哀地劝，意识到这是第一次有人将死亡摆在他面前。他们说这位夫人还能活到冬日。兰芝在其后那年早春最冷的10日重回了莲花坞。丧仪已经做完，祠堂里添了一块新牌位，置在那位夫人仙逝的夫婿旁边。兰芝与极少几个远来的子弟在同一处，无声地向那个冷冰冰的牌位拜了拜。等到堂中再无人时，兰芝便提妹跪身，又向那牌位拜了拜。他说：“夫人不必担心，我很好。”想了想，他又说：“我不久便要从先前住的地方搬出来，到时与兰院师兄住在同一院落。我习了些琴，没有那么不喜欢了。等到今年秋日的时候，韩光君父亲准我去兰氏旁听。”厅堂空荡，兰芝在原地跪了一会儿，突然开口道：“夫人，我母亲究竟是何人？”灯烛幢幢，无人应答。兰芝最后说：“以后我若得空，一定常来看您。”说完，他拜了最后一拜，站起身来。云梦寺与姑苏差不多冷，外间天色暗极，隐约飘了些雪。兰芝沿着长长的香案走，一路无声地路过那些陌生的名字。放在最前的牌位是前代的江氏宗主与夫人。兰芝隐约记得有人同他讲过从前的故事，火与血尽数斑驳在久远的年岁之中。江风眠与于子渊旁边破格放着江城的姐姐。兰芝的手又摸到袖中的那颗铃，便向那块牌位拜了一下。突然身边一阵冷风卷过，祠堂的门在身后打开。兰芝转头去看，意外地发现江城站在门外，光线将他的影子拖得极长。兰芝听到他没什么情绪地问：“你在这里做什么？”然后他走进来，身边也带着一道风。江城看着兰芝，突见那孩子的眼睛闭了一下，像是做出了某种决定。他站直了身子，向江城行了一礼。他说：“江宗主可知道我的母亲？”出乎兰芝的意料，江城笑了一声，说是讥诮，似也不全是讥诮，更兼其中冷淡的意味大过冷嘲。江城问：“你在这里是想找他？”兰芝没说话。江城说：“他不在这里，他死了。”兰芝的眼睛微微睁了一下。江城说：“你出去。”兰芝在袖内握紧了他的铃，默默又行了一礼，就似他5岁前的模样，转身走了出去。兰芝10岁，第一次坐进兰室。当聆听学的兰氏子弟与别家送来教养的公子们坐在前面，旁听的坐在客室后。兰思追也坐在前面，连同兰景仪在侧，袖里揣了个顶饿的苹果，偷偷向兰芝眨了眨眼睛。兰氏习文通乐，最开始是读的是诗。教习这一门的并非兰启人，而是一位年岁相近的师伯，
不见得太过严厉，课前便有各家子弟叽叽喳喳个不停。其中一个去年课业没通过，被迫再读1年的师兄说：“你们可知道，这位先生上完一堂，是要你们说一说自己最喜欢哪一句的。不仅要说，还要说一说为何。”有人立即叹道：“我读还没读完，更不用说读懂了。”那名师兄又说：“如若课上有空，他还会让你们猜一猜，当年泽无君说他最喜欢的是哪一句，韩光君最喜欢的又是哪一句？若是还有空，当年在兰家进过学的诸位宗主名士，便也一一让你们猜。”满堂的同窗立刻便问起了：“泽无君最喜欢哪一句？韩光君呢？”这位师兄笑着摇头：“一坛酒换一句，山下的烧鸡也行。”大家纷纷发出嘘声。等到上课过半，果然还有些空闲，一本厚厚的诗书放在手头，当真要猜句子时，可是沉默着。那师兄看着全场挠头的少年们，微微做了个手势，仿佛在说：“现在贿赂还来得及。”先生等了许久，就要公布。突听蓝丝追翻了一页书，道：“悠悠鹿鸣，食野之苹。我有嘉宾，鼓瑟吹笙。泽无君当年喜欢的是不是这一句？”先生点头道：“正是这一句。”他又说：“既如此，韩光君喜欢的那一句，你们可猜出来了？”听学子弟们又是一阵挠头。蓝丝追捏着另一页书，回头看了看兰志，兰志便在其后说：“昔我往矣，杨柳依；今我来思，雨雪霏霏。”他的声音与少年们比起来，更似是个孩子。一时之间，满室的人都回头看他。教习的先生更为讶异地看了他一眼，说：“不错，韩光君14岁时喜欢的便是这一句。”一时间，子弟们纷纷窃窃私语，有惊叹的，有意外的，还有疑惑不解的。兰志却问：“现在呢？”先生摇摇头，道：“那你便要去问韩光君了。”进到兰氏听学的子弟，可在课后去藏书阁查阅兰氏的史读。兰志本是旁听，没有课业，但还是跟在人群之后同去。掌领兰氏史读藏书的当值师兄依次听过个人的问题，在木牌背面为他们题上了须经查阅的卷宗名字，依次放进阁内。待到兰志上前，他年纪尚小，个头还不如几座置放卷宗的书架高。那师兄见后面无人，说：“你要查什么？我为你查了便是。”兰志说：“云梦江氏在11年前究竟出过何事？”那人惊讶地看了他一眼：“11年前？11年夷陵老祖叛出师门，那一年之后再没出什么事端。后来从金子轩在穷奇到深云，到夷陵老祖在不夜天城大开杀戒，再到4家围剿乱葬岗，几乎都是第2年的事了。”兰志皱眉：“夷陵老祖是谁？”这名师兄震惊地说：“夷陵老祖魏无羡，你不知道？”兰志说：“我不知。”